当你来到山西，到处都能看到一些寺庙，以及呢晋商大院，特别是晋中这一块的大院非常多。比较知名的有王家大院、巧家大院、常家庄园以及三多堂等等，他们修建的可以说是规模宏大、富丽堂皇。那在这些大院不远处的山里面呢，又存在了一些山寨，规模非常多啊，也是这些晋商主人们修建的。那这些山寨呀，比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山寨规模大得多得多，并且呢，这些山寨里面呢，可以说是机关暗道重重。那么，为什么晋商会在这山里面修建这些山寨呢？那今天我们就选择其中来看一看这一座山寨呀，规模很大，并且呢有好几层，里面呢也是有很多暗道的。山寨就在前方那座山峰上面，看起来也挺高的，从上面到下面估计有100多米。这里呢是在山西晋中一次的寨里村，也算是一个比较偏僻的村落。这个山寨呢是建在黄土高坡上面，这边也算是属于太行山里面，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曹家修建的那个山寨有点区别。那里呢基本上是石头的建造，而这里呢看情况是属于用夯土建造，里面呢在以前肯定也是有建筑，可能有石头有木头这一类的，那现在肯定是没有了。看一看周边的环境，真的属于山沟沟里面呢。为什么会在这样山沟里面修建山寨呢？其实很好理解了，一般就2个作用。第一呢，属于避暑，因为太行山里面比较凉快。第二呢，就是如果碰到战乱，他们可以从城市里面的财主院里面来到这样山寨里面躲避，等形势局面稳定了，再从山寨出去。已经到了山脚下了，在这边已经能够看到很高的那种城墙，好像还有一些砖结构的。看看从哪边上去，在这一块有一些砖结构，应该是寨门吧，往那边走一走。这些道路肯定是后面修缮的，要不然不会这么宽。当时他们修建的时候，道路应该说相对来说会小一点。这就是寨门，看这个外表情况，这2年应该是经过修缮的，石头和砖都比较新，上面写的是义和堡，算是一个古堡了。那么在以前的寨门呢，也是在这里，只是说经过修缮，因为如果这样的黄土通道没有修缮没有加固是不太安全的，毕竟也经过了100多年的时间嘛。这里写的是寨底遗址，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一块属于西寨，在旁边那一块啊，还有一座寨是东寨，不知道这2个是不是同一个家族修建的，都是在山顶。那个东寨我们就不去看了，等一下通过航拍近距离的扫一下。那现在呢，我们就去这个山寨里面了。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通道是非常长的，估计差不多有50到100米啊，具体算不出来。那这个就是一个拱券的门洞，这就跟一个城门楼是类似啊。看这个门非常宽广啊，这明显的是新弄的。那么在以前肯定也是有的。门后面是通道，非常宽啊，大概有2米，长度的话我感觉是有100米。那2边呢用了很多柱子，这是用来加固的，因为刚才说呢是从黄泥土里面挖出的一个通道，这在当时也是花费了很多功夫的。下面这个砖块弄的这种形式呢叫做张叉，就人呢走的时候一定得往前倾斜才行，要不然就会往后倒。这都是这2年修过的，我感觉不是今年修的，就是去年修的。为什么会弄成这么宽呢？因为这个山寨呀，
是避暑用的，这是其一。还有呢，就是躲避战乱、躲避土匪。那么，如果是躲避土匪的话，他们家族呢就会把大本营的钱财运送过来。那要往山寨里面运的话，就一定有马车嘛。我猜想可能是这样的。这个通道呢，是从下面一直往上挖的，算是一个斜坡通道。走到这个中间，大家看有一个光线，那这里呢是一道防御措施。比方说，这个他们是躲避土匪来到这个山寨，把大门一关，那人在里面。那如果土匪知道他们在这一块，肯定会来抢夺他们财产嘛。那这个悬崖峭壁边上不去，他们就是通过这个通道上来。万一把这门打开了，来到这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相当于一个天井。那么守护山寨的人呢，就可以上面放一些石头下来砸掉。这就是一种防御手段嘛，我们可以称得上是瓮城，瓮中捉鳖。也就是说，当时他们建了这个山寨的时候，充分考虑到防御的作用，和我们看到瓮城是一样的。这一块呢，可以称之为瓮井。那么当时他们建造这个山寨这个通道是怎么开挖的呢？我感觉是多方面进行开凿的。工人呢测算好，首先呢从下面开始挖，第二步呢是从那个寨子里面开始挖，就同时往中间挖嘛。还有一种呢是从上往下挖，这样的话就齐头并进，就不会耽误时间。这跟我们看到的一些建造铁路、隧道好像也有这种方式。这个天井有10多米啊，非常高啊。这些都是经过修缮的，以前我感觉应该是没有砖，直接放泥土的。过来之后，继续沿着这个通道行走，我看了一下，真的有100来米啊。这边就是出口了，这边全是经过修缮的。通过通道上来之后是第一个院落，我们称之为下寨。整个山寨通过空中的画面可以看到，它是有上中下3层的，我们就称之为上寨、中寨、下寨。这个山寨是山西当时一个首富常家修建的，他们的大院晋中现在还保存在那里，规模非常大呀。一开始我们说了，修建这种山寨无外乎2个原因，一呢是避暑，二是躲避战乱、躲避土匪。那常家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修建这个山寨。当然了，是有一个背景，清朝中后期的话，发生了一个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南方，北边呢，中原、山西各个地方都受到影响。这些晋商呢，他们生意做到全国各个地方嘛，南方的情况呢，他们也是相当了解，知道太平天国的这些处事方法、各种措施。那这些晋商呢，他们就非常自己的财产受到损失，于是呢，就想尽办法来避免。第一呢，是他们本身那个城市里面的大院呢，进行加固，修建高高的城池。你像乔家大院也好，王家大院也好，甚至说曲家大院，都有高大的围墙，等于就是一个城池那么高大的。常家的是非常明显，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常家大院的院墙，非常高大吧，都有10多米。他们整个家里的院落啊，都被这个院墙包围了。这个跟一个古堡、一个城市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家族大部分人都是住在这个里面嘛。另外呢，他们就在这种山里面修建的山寨，这些地方呢，远离城池几10公里，又在偏僻的大山里面，外人呢是很难找到。那么呢，他们就想着，假如说真的有大规模的那个战乱过来，他们就从家里的那个大本营迁移到这个地方，特别是那些财产呐，转移过来。这就是他们修建这个山寨的原因。常家在那个时候就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修建这个山寨。我看资料了解到，这一座山寨
大概是花费了10万两白银，在那个时候数量也是非常多了。这就是大概这个山寨的来源。修建之后，这个山寨呢，平时基本上是一些下人在这里，因为主人他肯定是在外面主持生意或者弄其他的，除非是碰到战乱才会过来躲避嘛。那这个山西受到战乱的影响是非常小的，于是呢，他们就很少来这里，除非是碰到哪一年天气比较炎热，会来这里避避暑。在那个时候修建山寨呢，不光是藏家，山西很多晋商呢都修建了。我们说的那个青龙寨是一部分，在对面的东寨也是，反正这个太行山里面，就榆次附近的太行山里面有很多山寨。原因呢，就跟刚才说的一样。那现在呢，我们就继续来看一看这个山寨里面的情况。在下寨的墙壁上面有很多山洞，也就是窑洞，这些呢是日常维护这个山寨的藏家下人居住的。因为这个主人没来这里，但是这个山寨平常都有人守护，有人打理嘛，要不然就荒废了。基本上他们就住在这个山洞里面。另外呢，我们看到这里非常宽广，前方呢是通道，这边宽广的，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建筑在这一块啊？反正看情况，上寨和中寨院落里面是有建筑的。那这里是不是平常有一些家丁在这里训练？我们往边上走一下，这个也是现在修的，算是一道高高的院墙了。时时刻刻应该是有人在这里守卫着，防止其他人来进攻这个山寨。这些窑洞还挺大的，好像某一个窑洞还能直接到达第2层，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块呀？他们这个山寨特别重视防御，还真的是这里啊，可以直达2层。我们就不通过这里上去了，等一下从上面下来。这是原始的通道了，就是没有经过加固的，直接从黄泥土修建的。这一块的下面是我们刚才走的通道，旁边还能看到一些夯土的那个墙壁。那么以前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现在修缮，为了安全加固了一道围墙。那在这个道路的后面呢，有一个通道，这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个算是窑洞，也是一个通道。下面呢是我们刚才走的寨门那个通道，这里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瓮城防守的一个作用。过来之后就是防御的，就是这一块。如果敌人来了，站在这里呢，就可以攻击来犯之敌。走在这里要小心呐，特别是侧着头往外看的话，因为没有护栏，上面还有一层，等于这个瓮城啊是有2层的攻击方式。下寨这一块的主要作用是作为通道使用的，以及呢值守的人员在这边居住。整体的话不算是太大，估计当时建筑呢也不是太多。那这一块看完了，我们就去上面看一下，从这边过去。这个通道我就不知道是修建山寨时候有，还是后期把它弄开的。我感觉啊，应该是以前没有的，后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它弄出来的，基本上是这样的。建造山寨的时候，为了安全考虑，不会单独弄一个这个缺口出来。缺口过来之后，算是一个平台，主要呢是这个瓮井在这里。哦，下面有人来了，听到了。比方说现在有人行走过来，我丢东西下去，就肯定能把他们砸到。这就是这一个瓮井的作用啊。在平台这里
看到上面的那个院墙非常高啊，就证明他们这个山寨核心是在上面那一块。现在我们就去核心人员居住的地方看一看，也是山寨的核心。那这一块本身可能就有通道，那边还有一个门洞，应该是以前这个上寨和下面连通的方式，就是说要来这个地方值守的人员，他是通过这一块下来的。这旁边都是悬崖，等于这个山寨四面嶙峋，周边都是悬崖截壁，想要上来是比较难的。到了院墙这里，看起来有3-4米高啊，这个就跟夯土长城是一样的。进来了，哇，来到里面感觉不一样，有很多窑洞的遗址，我们常说的房屋的遗址，这一块都是啊。我们走上面来看得清晰一点，就证明当时这一块居住的很多人。这边都是啊，上面还有一层，可以看到这个院墙差不多有10来米啊，或者是7-8米左右。我猜想啊，里面应该是核心人员居住的。那么这个中寨的话，很有可能是家里的那个长工，或者不是核心的，算是中层人员居住的。就比方说这个长家他主人过来了，那么他有一些手下，他可能也会跟着过来帮他做事的，可能就住在这里。他自己呢，一家人是住在里面。那个内部啊，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这旁边还开了一个窗口，这边呢能够观察到外面的情况。哎呦，要小心一点，下面就是悬崖。他选的这个山寨也挺有意思的，前方这边也有山峰，刚好是天然的阻挡线。再看一下远处，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黄土高原了。在远处那边有一个山寨，我们就不过去了。整个这一座山寨呢，它都是围绕着山顶修建，等于四周都是悬崖峭壁，四面嶙峋，非常会选择地方啊。它主要就是考虑安全嘛。我们往后退，这个山洞我就不知道它是原本就有的，还是后期谁开凿出来的。大家觉得呢？这都是以前用来居住的，还用砖头做了地基。这边又出现一个通道，下去看一下，很有可能是刚才我们看到连接下寨的那个通道，比较小啊。中间有出现天井了，和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方式是一样的，只是相对来说小一点。这就是原始的了，没有用砖块弄的。那当时他们还用黄泥土做了一个旋顶啊，里面没有灯，我们看看。我有点紧张啊，也完全没有灯，漆黑无比的。这等于是在地宫里面行走一样，这么长。哦，看到了，它是拐了个弯。还真的是。这设置的是真隐蔽啊。他们这个家族各方面都考虑到了。这又下来了，等于下寨和上寨是连通的。那么如果碰到紧急情况，他们会把这个通道密封的。通过刚才那个通道下去，我又回到这里了，绕了一圈，挺有意思的。
在以前身份不一样，所代表的东西都不一样，在这里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你像家族的核心成员居住的地方，院墙呢是差不多10米，而身份稍微低一点的人呢，这个院墙就差不多才1米多，不到2米，这就是差别呀。不管是谁走到这个地方，都能感觉到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都可以媲美一些古城墙，包括我们看的那些长城的高度了。这是我们刚才看的下寨，那是一对夫妻也来参观了。这边只要是上面很多地方都是有院墙的，这一块是旁边，那也是因为刚好这里是个突出的吧，一定有人防守。那么在当时也是有房间，还有那个小院墙。这边也是一个小院落，这看得比较清楚，因为旁边也是悬崖。哎，这里有个洞，不知道是通向哪里的。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寨墙都是根据山体的形式来的，真是高大呀！现在去里面看一看，马上就到达核心地区了，上寨。这边还有照壁，外面看不到里面的情况。这通道很大，以前这一块还有木门，过来之后又是个阻挡的，这里可以对照大院里面。应该是移门，是从两边过去的。当然，你在这里撑照壁也可以。上来之后，就是内部的情况了。这规模非常大了。那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晋商大院里面的大院。比方说，一个院落，一个院落。这里就是如此啊，这个院墙后面是通道，那等于这样的院墙围起来就是一个院落。看看这边，规模还是很大的，在这一块就看得非常清晰一点了。这个院落比较大，那旁边又是一个院落。当时他们家族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的，那远处那一边都是啊。往那边走，去看一下后面那一块。这个道路一看就是经常有人走的，要不然草都会非常密。哦，这一块呢是一个通道，后面的院墙。那边还更高，在这边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晰了。这是一个通道，通道两边呢就是院落，这跟那个大院是一模一样的。当时家里的核心人员如果来到山寨这一块，都是住在这里的。他们建造方式基本上是按照山下的大院建造的。那这个通道就相当于是常家庄园里面的那条街道，两边呢是他们的各个院落，这里就看得非常清晰了。在院落里面呢，以前应该也是有房屋存在的，后面可能被拆除了。我查了一下资料，这一座山寨大部分里面的建筑呢，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左右拆除了。另外，在山寨的最高处还有几孔窑洞，这应该是存放财宝的，因为他们如果家族来这里逃难的话，重要的财产肯定会带过来。我估计这里就是这个作用。这一座山寨建造的这么宏伟，也是晋商的体现，也是晋商代表长家的体现。长家呢，作为山西晋商的巨子啊，他们家族实力是非常强大的，生意呢是做到海外。被称之为是海外贸易的第一家族，他也算是万里茶道的开辟者。正是因为如此，
他们家族才修建了这样一座山寨。关于这个常家呢，下次有机会我们去他的那个大院里面再详细的介绍一下他们家族的历史。那这个西寨就看完了，东寨我们不去看了，一个呢是离这里比较远，另外呢是东寨和西寨整体差不多。那整个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